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我是付小米，爱运动，爱旅行，爱读书。前几天娘娘孙俪在微博上更新了自己的自拍照，照片上的她气色很好，笑容温暖，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，一点也不像37岁儿女双全的妈妈，反倒像20几岁的少女。她的儿子等等和女儿小花一直以来都是懂事可爱的形象，难怪娘娘不用操心。之前孙俪曾晒出自己与儿子的聊天日常的记录，小花妹妹说她看了一个音乐剧，里面有个女演员比妈妈还美，结果哥哥等等马上就反驳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有妈妈美？就这样兄妹俩就大吵了一架。也许是害怕妈妈伤心，暖心的等等还在睡前给妈妈写了一封信，妈妈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，妈妈我爱你。这条微博至今为止已经引起了92万网友的点赞。这么懂事优秀的儿子，令人无比羡慕孙俪。孙俪，你究竟是怎么教育小孩的？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，孙俪教育孩子的方式比大多数打击式父母都强。孙俪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，当孩子有不满、愤怒、悲伤的情绪发生，他需要的只是你一个拥抱，不要说教，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，支持他，鼓励他。那些大道理等他们情绪好的时候再去说吧。深以为然，最好的教育其实不是说教，而是共情。许多不明白这一点的父母，总是用自己伤人的话语让孩子渐行渐远。记得叶一茜曾经分享过自己和女儿森迪的聊天记录。叶一茜问女儿看完电影的感受，女儿却用只言片语回复了事。叶一茜苦笑着说，和森迪的聊天每一句都是 ending。 也许是因为森迪的性格比较高冷，是个酷狗儿，但许多父母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孩子越来越不愿意和自己聊天了。知乎上的一位网友无我，生动地模拟了中国式家长和孩子对话的场景。我今天在学校跟同学笑死我了。你去学校就是去跟同学玩的。我班老师今天特厉害，我的天哪，老师不厉害还能教你，净说废话。看我新换的微信头像好看吗？是个猫。什么东西，不三不四的，赶紧换掉。看我新买的鞋子好看吗？我巨喜欢这个颜色。还买鞋？多少了还买？你看看你那个鞋柜。那个算了，没事儿。啥事儿？你一天天的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我赚钱容易吗？长久以往，你们学校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老师讲什么有趣的了？没。你跟同学出去吃什么了？快餐。小孩子的倾诉欲真的很强，但太多父母往往等不及孩子讲完想说的话，就急着打断。快乐的事与父母分享，得来的却是一顿教训；痛苦的事向父母求救，得来的却是一顿讽刺。长久以往，再活泼话多的孩子也提不起与父母聊天的兴趣。博主罗套套说过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个场景，对面坐了一家3口，10岁的儿子去买了3份高铁盒饭回座位。他很开心地跟爸爸说，我买了3种不同口味的，你们想吃别的味道也可以吃，里面有一份宫保鸡丁，是最贵的。去厕所的妈妈回来了，站在走道上看见了桌子上的3份饭，一下就火了。谁让你买这么多的？让你去买饭，你一下买3份。儿子愣住了，我们3人1人1份呢。一直没说话的爸爸突然开口，我不饿，没想吃，你看你买这么多干嘛？妈妈也暴躁地狂吼，我不饿，谁让你买这么多的？我给你100块钱，你都是要花光是吧？爸爸马上接话，
给他多少花多少，一点都不留。儿子被2个人围攻，说话都带上了哭腔。那你们也没跟我说不吃啊，你们没说清楚。他妈妈大吼大叫着把儿子抓起来，一起去退饭。最后他妈妈成功地把另外2份饭退掉了，站在走廊里把钱塞进了裤兜，这才安心地回了座位。他第一次压低了音量说话，你的这份饭啊，快吃吧。旁边的爸爸也马上附和着，对对，快吃。儿子再也不说话了，一边流眼泪一边吃饭。这对父母无疑是爱孩子的，自己舍不得吃昂贵的高铁盒饭，省下钱来只让儿子吃。但他们从来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上考虑过问题，只想着发泄情绪，让孩子承受着窒息难以下咽的恩情。教育家卢梭说过，世上没用过的3种教育方法就是讲道理、发脾气、刻意感动。太多父母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对孩子好，不关心孩子的情绪，以爱的名义伤害着他们的心灵。他们习惯指责而不是理解，习惯命令去代替沟通。他们学不会道歉，也从来就不懂道歉。就像那句很出名的话，父母在等我们道谢，而我们却在等父母道歉。有毒的父母用打击孩子来赢得掌控权，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往往会贯穿岁月。回顾孩子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不是对父母特别依赖，总是黏着父母不放？父母对孩子的爱常常有条件，满足父母期望，达到某个要求才是好孩子，才会爱孩子。可孩子对父母呢，总是有着出于本能的爱恋和依赖。一位外出打工的妈妈看到家人发来的视频，孩子想妈妈却见不到面时，就会趴在爸爸妈妈的婚纱照上亲亲妈妈。每次妈妈要回家了，孩子就会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看月亮，等一整天。听到妈妈的脚步声，赶紧扑进妈妈的怀抱里，害怕她离开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妈故意从女儿碗里夹走了一块她最喜欢吃的香肠。本以为女儿会不开心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女儿把自己碗里所有的香肠都夹给了妈妈。8岁的小孩写了一首诗，做你的儿子是我的运气。下班的地铁上，男孩背着妈妈的包，小小的手贴心地扶着妈妈的头。累了一整天的妈妈真想让他好好睡一会儿。孩子天生就是爱父母的，但如果这份爱不珍惜，有一天也会烟消云散。一位心理学家说过，当孩子不再亲近父母时，是因为他从后天学到亲近的端臂大于好处，言语暴力棍棒底下出的也许不是孝子，而是一个个伤透了心的孩子。有毒的亲情比陌生人带来的伤痛毒10000倍。学会共情，蹲下去，用孩子的角度看看世界吧，用爱和包容给他一点温暖。答应我，不要再把孩子越推越远，好吗？